别人极地打野都是挨饿的很，这两个屌毛却享受上鲜美鱼肉搭配果酱、冰镇杜松子煎鱼，还有满地山莓、甜滋滋越橘。饭后零食来点爽脆树皮。芬兰北部这片地区正位于北极圈边缘，寒冷可想而知。而这一次，猎人乔西和米其林厨师马特被放养在了这里，7天时间，不仅要在这里求生，还要吃上美味大餐。除了携带一套弓箭，厨子带着一口大锅。目前身处山顶，远处就有湖泊和密集林木，那边资源应该更多。确定好目标，两人开始朝着那边走去。雪地中前行一会，越走越艰难，发现积雪变厚，每走一步都陷进去，行进速度大大受限，很快气喘吁吁。厨子更是躺在雪地。猎人感觉这样不行，天黑了都到不了。思考一番，一旁开始砍木头，掏出绳子，把几根枝干两端用绳子绑起来，中间以横放枝干撑开，耗费了不少时间，这才做了雪地靴，各自一双。等穿上试试，明显轻松很多。就这样，接下来行走几小时，眼前终于看到了不一样景色。从以往经验来看，这种地方很大概率就是湖泊，而两人正是要去这种地方。开心之余，直接上前，厨子拿出来铲子，往冰下挖去。没一会，一股沼泽臭味瞬间袭来。这并不是湖泊，而是一片结冰的沼泽。这种地方肯定不会有鱼，而在芬兰这片区域曾被冰川覆盖，拥有超过20万个湖泊。运气不好，只能寻找下一个。两人起身继续前行，再次进入林中。幸运的是，走没多久，前方出现一片开阔之地，干干净净，丝毫没什么东西，是湖泊没错了。两人来到边缘，找到一棵树木下，用以当庇护所。接下来忙活起来，收集新鲜枝干。厨子拿着铲子把周围积雪清理掉，之后猎人拿来枝干铺在树木周边，躺上去相当舒适。休息了一会，猎人起身收集一些苔藓当火肉，再找来柴火。打火石一出，生火那叫一个轻轻松松。有了篝火，厨子拿出锅，往里头装进去雪，放入篝火中烧。两人就这么待在林地中等一会，喝上一杯暖和的开水。这天一路跋涉，时候也不早，就这样过完。等到隔天清晨，已然一天没吃东西。虽然庇护所很暖和，但也不得不起身，各自分开行动。猎人走到一棵树木旁，发现上面好多洞，用小刀砍开树皮，赫然有小虫子，这个可以用来当鱼饵。先吃一只糊糊口，接下来继续搞，挖出里头的幼虫。没一会就收集了不少。这边厨子走在边缘，当地特色是山莓、盐膏兰，试图找一些。走着走着，地面发现一些杜松子，用来熏鱼很不错，收集一些。接着拿着铲子往雪地挖去，挖了半天，硬是没其他东西了。此时猎人砍下来粗大木头，给它清理一下。等回到营地，把小刀绑在木棍一头，完事起身出发。带着钓鱼工具和长矛，来到了湖泊中央位置。接着在冰面凿出一个洞来，拿出鱼线，挂上诱饵，就这么开启这天钓鱼之旅。猎人坐在洞口处静静等待。此时厨子回到营地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没找到什么东西。思考一番，来到附近一棵赤松面前，对此很有想法，掏出小刀开始挖树皮。只见一块块的弄下来，搞了一段时间，铲子中就有了不少。拿起一片吃起来，味道似乎不是特别好，不过以目前条件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这边猎人钓了几小时，硬是没什么动静，差点把自己冻僵了。把洞口用新鲜枝干堵住，自己人则是走回去营地。等来到这边，厨子已然开启烹饪，树皮捣碎了，锅中倒入水。等上一会后，两人吃着像麦片糊糊的树皮，味道有点上头，勉强硬吃几口。到第3天，猎人起身来到钓点，检查一下鱼线，拉起来没鱼，鱼饵却没了。厨子外出继续寻找野捕，但也都一无所获。两人返回营地，一阵苦恼，猎人更是饿得胃几乎抽筋，喝点开水暖和一下。之后继续来到湖泊中查看鱼线，依旧是鱼儿没了，连条鱼都没看到。虽然情况不妙，但至少证明湖泊中有鱼。这回坐在洞口处开始钓起来，也许是走运了，竟拉上一条小鱼，这就是转运的开始。接下来猎人继续钓，钓上来的都比之前的大点，小鱼这回也看不上，直接当诱饵挂上。经过一段时间努力，已然有一串鱼了。带着这些起身返回营地，看到食物，厨子也提升不少信心，拿来鱼饵处理，其中塞进去杜松子叶。期间厨子搞得双手冻僵，猎人一旁教一些应急办法。厨子跳起来像僵尸，一阵欢乐过后，接下来把弄好的鱼放入篝火中烹煮。等了一会，一道冰镇湖鱼烹煮好，两人直接拿起来开吃，很是鲜美。也许太饿了，一会功夫就吃光，有点意犹未尽。这回猎人带着弓箭外出，继续寻找食物。这一次沿着溪流前行，当地河狸泛滥，很好的狩猎目标，而且他们栖息地在这冰天雪地，还是很好找。这回猎人看到了河狸坝，而这一次猎人有个办法，只要破坏大坝，他们感知到就会重新出来修复，说干就干。只见猎人来到一旁的小坝，快速破坏掉，
自己人则是在一旁静静等待河狸出现。另一边，厨子这一次学聪明了，往没探索地方寻找，也可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边赫然发现山莓，岩石上到处都是，这些在外面非常珍贵，没一会手上就采摘很多。期间还发现越橘，也搞一些。这两种在当地来说，适用于果酱和熏肉，都拥有天然的糖分。等差不多，刚要离开，这边还有鹿蕊，富含碳水化合物，也搞一些回去。反观猎人，在这边等到了夕阳西下，依旧没河狸身影。另一边的厨子收集完走回营地，途中发现一个木蚁巢穴，走上前去。4天下来都处于饥饿状态，这也算大餐，搞点送入口中，也收集一些回营地。这时候发现猎人还没回来，自己准备柴火，拿出打火石，快速点燃篝火，激动一阵嘤嘤嘤。原来生火这么简单，有了篝火，开启今天烹饪。木蚁和鹿蕊放入其中，充分搅拌一下，没一会就烹煮好。抓一把送入口中，比起树皮麦片，这个美味不少，一口接一口。虽然不能吃饱，但还是很满足。这天慢慢天黑，猎人依旧守株待兔，在一旁搞了些新鲜之干。就这么将就过夜，等到第5天，依旧没能看见河狸，这不得不放弃，转身往营地走。等回来这边吃点厨子带回来的小零食，一边商量一起着外出狩猎河狸。厨子也欣然同意，两人出发，穿行林中，来到溪流边。这一次要过去对面，看着也不是很宽。厨子不以为然，找到溪流边的树木，掏出斧子一阵输出。然而意外发生了。无比寒冷之地，掉入水中，也是闹鬼。厨子奋力挣扎，猎人一旁帮他拉起来。然而危险还没过去，全身湿透，核心体温急剧下降。先脱下来沉重外套，接着在雪地打滚，让积雪吸收水分，再重新穿上大衣。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猎人建议回去营地篝火旁，就这样快速往营地走去。等回来这边，湿透的衣物脱下来，猎人一旁加大篝火，重新换了干燥衣服，穿上睡袋。而这一次算是度过一次危机。真是糟糕的一天。虽然厨子渐渐恢复过来，但脑壳疼得要命，这天也不敢再出去了。等到第6天，两人一起外出，走到湖泊中，这回来检查一下鱼线。等拉上来，瞬间开心的不行。钓上来一条白斑狗鱼，个头足够两人享受一顿了。原地给它处理一下，接着带着大鱼返回营地。此时厨子切开鱼肉，而这边猎人砍着木头制作一个菜板，接下来需要用到。此时厨子搞了些越橘，给它搞成汁，再拿来杜松子，用来当刷子，就这么刷在鱼肉上，一下让鱼肉变得粉红粉红的。一大块的鱼肉固定在木板上，最后小心放入篝火中炭烤。等上一会，鱼烤好，再次加入越橘汁，两人就这么一块块拿起鱼肉吃起来，无比美味，不亚于5星级的待遇，蛋白质更是牛肉几10倍。一会功夫，鱼肉差不多消灭光。来这里这么多天，头一次感到满足。等到第7天，两人整理好东西，返回来时的山顶已然有人接应。本次挑战成功。